美驻华大使的表态证明，拜登政府真的急了，但是中国还是要晾一晾美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自流浪气球事件以来，中美高层互动就进入了冷冻期。很多人原以为这场灰天鹅事件将会很快过去，但是随后出现了美国政府和美军与中国高层的沟通全面中断的情况。布林肯前一段时间还嘴硬，表示中国想改善关系就要表达出足够的诚意，而中国一再表示美国缺少改善中美关系的诚意。中国当前仅与美国财长耶伦展开了对话，下一步先恢复与美国主管气候变化的特使恢复联系。中国外交部最近天天加班到半夜，取得了极为丰富的外交成果，但是这一切似乎与美国无关。由于看不到中国方面热情邀请美国官员的来访，美国甚至把中国的外交策略称之为幽灵外交。中美关系有希望改善吗？当然有。美国驻华大使尼古拉斯·伯恩兹最近表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仍然复杂而充满竞争，但华盛顿不寻求与北京发生冲突。他并且认为，加强对话将是有益的。我们需要两国政府之间有更好的渠道和更深层的渠道。我们愿意对话。他说，美国已经准备好与中国举行高层对话，希望两国形成更好的沟通渠道。这位大使的言论是迄今为止拜登政府热切希望恢复与中国更广泛对话的强烈信号。美国为什么急于找中国沟通？这里面原因很多。首先，避免中美发生军事冲突，中美两军之间的交流中断，特别是战区主管和一线部队之间的交流中断，增加了双方军事误判的风险。这对于经常想在中国家门口挑衅的美军来说，当然不是什么好事儿，搞不好擦枪走火，那可就无法收拾了。第二，在美国经济出现严重危机的情况下，白宫需要与中国进行必要的协调。美国银行现在经常暴雷，又面临着债务上限的风险，再加上美元的国际交易地位受到挑战，甚至美元的储备地位也面临风险。如果能够得到中国的谅解，配合美国经济软着陆就显得特别重要。当然，如果美国的经济发生大崩溃，对全球的经济发展而言都不是什么好事。第三，美国政府一边想打压中国的高科技产业，一边呢又害怕失去中国市场，想通过沟通把控力度。美国政府对华发动了芯片战争，并不等于美国企业想失去中国市场。所以在中国调查美国存储芯片巨头美光公司之后，美国想让中国理解对华高科技打压也就是小院高墙战略而已。第四，美国需要在对自己有利的领域与中国展开合作。美国需要在平衡中美贸易逆差、气候问题、贫穷国家债务重组问题上与中国合作。第五，美国政府需要避免在台湾问题上积累战略误判，因为美军难以承受台海发生军事冲突的结果。虽然我们一再说美国希望台海发生一场冲突以消耗中国，但是在美军没有做好准备之前，他更害怕冲突的发生。第六，西方国家施压美国，要求与中国保持稳定的关系。美国与中国关系的不确定性不只是美国的焦虑，其他西方国家也会向美国施压，所以拜登政府也需要保持对华交流的姿态。中国目前需要回应美国改善双边关系的请求吗？其实当下可以把它们多晾一晾。首先，美国一旦出现对华改善关系的趋势，必然会伴随着对华新制裁。美国的政客现在是反华就是政治正确，只要中美关系出现改善苗头，总有反华势力会推动反华议案，这几乎就是一种规律。其次，中国不与美国政府和军队沟通，更大的焦虑在拜登政府。美国对中国实施的印太综合威慑战略，其核心就是威慑，而不是发生真正的军事冲突。
所以现在这种缺少沟通的状态，让美军一线部队的风险越来越高。最后，中国可以强化与美国盟友的交流，让美国陷入更大的焦虑。我国的外交近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特别是与澳大利亚、欧洲大国关系的发展，极大地改善了疫情3年所形成的战略误解。再加上中国成功地斡旋了沙特和伊朗，还要斡旋俄乌冲突，都让美国这个世界霸权产生了失落感。总体而言，虽然中美恢复高层互动对双方都有好处，但是基于美国并没有在挑衅中国的问题上深刻反省，其实对中国来说还可以多晾一晾拜登政府，因为他们真的是给脸不要脸。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